公元334年，此時的成漢已經立國30年，益州依然牢牢掌握在李氏手中。可僅僅13年後，這個延續40多年的政權卻突然土崩瓦解。這個16國最早建立的割據政權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滅亡的？玉亨4年，公元334年6月，李雄去世，享年61歲，在位30年。成漢私下諡號為武帝，廟號太宗。李雄生前所立侄子李邦繼位，李邦隨即任命建寧王李壽為錄尚書事，把朝政全部委托給李壽。李邦留在宮中辦理喪事，完全不參與政務。然而，李邦的繼位打破了父死子繼的傳統，也引發了李雄諸子的強烈不滿。成漢的慌亂也由此而發。10月，李岳、李七趁着李邦夜間哭靈的機會，李岳在停放李雄灵柩的宮殿裡殺害了李邦，同時殺死了李邦的二哥領軍將軍李杜。二人偽造太后人事的詔令，羅列李邦的罪狀，將李邦廢黜。李岳殺了李邦之後，把皇位讓給弟弟李雄嫡子李悌。於是李悌在10月甲子日10月7日僭越登上皇帝之位，改年號為玉衡。然而李悌繼位後，其叔父李雄的長兄鎮守江陽的李史也早就有覬覦皇位的野心。他主動聯絡宗室大將李壽，邀約聯手起兵攻打剛登基不久的李悌。可李壽權衡局勢後，不敢貿然響應。李史因此勃然大怒，轉頭就向李悌惡意構陷李壽。而當時李悌正急於借助李壽手中的兵力討伐盤踞在涪城的李邦親弟李武，便沒有採納李史的提議，反而下令讓李壽率領大軍進軍涪城。李壽兵臨城下後，沒有直接強攻，先派出使者入城告知李武，並為李武留出逃走的道路。李武隨即放棄城池，和部將焦惠、羅凱等人一同投奔歸降東晉。李悌隨後任命李壽為涼州刺史，駐守涪城。然而新帝李悌自己也沒想到，這一安排也為自己埋下了禍根。玉衡2年，公元336年11月，東晉派遣禁衛將軍司馬勳安撫召集漢中百姓，試圖從成漢手中收復漢中。李悌派遣漢王李壽率軍攻打司馬勳。李壽攻克城池之後，設置地方長官，後率軍返回。然而李壽在爭持中極高的威望，並且手握重兵，很快遭到李岳、景謙等人的忌憚。李壽駐守涪城之後，按照制度每年年中需要入朝覲見。他也一直清楚自身危險的處境，於是讓漢中守將張才緊急上奏，謊稱邊疆有敵寇進犯，自己不能擅離職守，因此得以避免了一次次的殺身之禍。而隨着李悌繼位後，朝政日益混亂，李壽也終於等到了出手的機會。手握重兵，卻被皇帝猜忌，如果你是李壽，會選擇繼續隱忍，還是主動出擊？玉衡3年，公元337年，李壽上奏，稱景謙等人禍亂朝政，自己要效仿春秋晉侯，舉兵清君側，任命李毅擔任先鋒，兵鋒直指成都。面對來勢洶洶的李壽大軍，李岳向李悌提議，拿出府庫的全部財物，招募士卒，組織抵抗。然而李悌卻認為李壽不會親自領兵前來，沒有允許。等到李壽大軍抵達成都，李悌完全沒有防備。李壽的世子李氏當時擔任驿門校尉，打開城門接應大軍。李壽順利攻克成都，將軍隊駐紮在宮門外。李悌派遣侍從前來慰勞，李壽隨即上奏，公開羅列建寧王李岳、尚書令景謙等人心懷奸邪，擾亂朝政，合謀顛覆朝廷，屬於大逆不道，罪該滅族。李悌全部依從他的奏請，誅殺了景謙、李岳等人。然而李壽在掃清了李悌的親信之後，沒有收手的意思，當即揮兵闖入內宮，擒獲李悌，並誅殺其曾族10多人。李壽放任士兵搶掠百姓，甚至玷污李雄的女兒以及其他曾族女子。數日之後，城中局勢才安定下來。4月，李壽假傳太后人事的詔令，將李悌廢為群都縣公，
將其幽禁在別宮。被廢後的李琦嘆息道：“曾經的天下君主，竟然要占小小的仙宮，還不如死了。”最後自縊身亡。隨着李琦的身亡，是否也印證了當初李雄對諸子不堪大任的判斷？李琦去世時25歲，在位3年，諡號為幽公。李壽安葬他的時候，是給他鑾車和9留旗，儀式全部依照王禮規格執行，並將他的妻子兒女遷徙到越西郡，隨後派人前往越西，將他們全部殺害。5月，此前構陷自己的征東大將軍李史也被李壽誅殺。最後部將任調等人勸說李壽稱帝，李壽隨即讓人占卜吉凶。占卜的人說可以當幾年天子，任調欣喜地說一天尚且值得，何況是幾年呢？而一向主張向東晉歸降称藩的謀士謝世民，這時提議說，幾年的天子怎麼比得上百世的諸侯？而對於急於稱帝的李壽說，早上得知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了。任何的話是上策。於是在東晉咸康4年，公元338年，李壽在南郊僭越登上皇帝之位，大赦境內死刑以下的罪犯，改年號為漢興，國號為漢，後世將前後2個階段合起來稱為成漢。最後李壽改立宗廟，追尊父親李襄為獻皇帝，母親張氏為皇太後，設立妻子嚴氏為皇後，次子李氏為太子，尊李襄為皇室始祖，將李特、李雄的舊廟改為大成廟，並頒布詔書，宣稱自己與李琦、李樂不屬於同一宗族。然而李壽的地位尚未坐穩，便迎來了危機。漢興2年，公元339年2月，坐鎮武昌的東晉征西將軍庾亮全力推進東晉的北伐計劃，試圖同時對後趙、成漢形成軍事壓力。其弟庾懿被任命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又任命武昌太守陳孝為辅国將軍、涼州刺史，命其向子午进郡，從漢中方向切入關中，直接威脅後趙的核心區域。隨後又派參軍李松率領水軍沿長江西進，一路推進到江陽，圍困巴郡。4月，晉軍俘獲李壽麾下的征東將軍李弘以及巴郡太守黃直，巴郡失守。當時李壽患病，謝世民等人又趁機提出恢復称藩與東晉的建議。李壽認為，若歸附東晉，東晉必然會憑借眼下的軍事威勢，直接控制成漢的軍政大權，自己將徹底失去與自主決斷的權利，甚至可能步李琦的後塵，被廢黜。於是放棄了這一建議。5月，李壽任命李毅為鎮東將軍，接替被俘的李弘，鎮守巴郡，成功穩住東線潰敗的局勢。然而，經過這一戰，東晉也摸清了從漢登線的不凡虛實，也為後來黃溫直取成都鋪平了戰略基礎。6月，東晉廣州刺史鄧岳率軍進攻成漢靈州。此前，鄧岳已經於咸康3年（公元337年）攻克了靈州東部的葉朗、新谷2郡。建寧太守孟延率領當地百姓捆綁靈州刺史霍彪，以建寧郡歸降東晉。鄧岳收復靈州後返回廣州，李壽便派右將軍李維都前去討伐孟延。漢興3年（公元340年3月），右將軍李維都攻克當川，東晉守將孟延、劉琦、李秋等人全部戰死。此戰之後，成漢穩住了南線局勢，東晉暫時退出南中。而此時，後趙君主石虎寫信給李壽，想要聯合成漢出兵入侵東晉，約定平分長江以南的土地。李壽十分欣喜，派陝騎常侍王谷等出使後趙。隨後，李壽大規模修建戰船，整治兵器，囤積糧草。9月，任命尚書令馬誕為六軍都督，徵集7萬多名士兵，組建水軍，在成都舉行大規模閱兵。江面之上，戰鼓吶喊聲震天。李壽登上城樓，檢閱軍隊，心中也生出吞併江南的野心。謝世民勸諫說：“我國國土狹小，兵力薄弱，江南地勢險要，路途遙遠，想要圖謀東晉並不容易。”李壽隨即召集百官，討論聯合後趙的利弊。本傳諫言：
胡人如同豺狼，一旦滅掉晉朝，陛下必然要臣服於他們。春秋時期，虞國、虢國相互一審，卻最終被晉國滅亡，就是現成的警示，希望陛下仔細考量。朝中大臣全都認同董璋的說法，李壽這才放棄聯合後趙伐晉的計劃。你覺得放棄聯合後趙瓜分天下的機會，李壽的這個決定是保守還是清醒？對後來的陳漢有什麼樣的影響？漢興4年，公元341年12月，李壽派遣征東大將軍李毅攻打章丘郡太守謝肅。謝肅據城堅守，李毅連日攻城，始終無法攻克。而當時軍中糧草耗盡，李毅只能領兵回撤，轉而進犯巴東。東晉守將勞陽戰敗身亡，此戰讓陳漢在東南方向的邊境防禦得到進一步鞏固。此後，李壽開始大興土木，陳漢也轉向內部奢靡的統治，逐步走向了衰落。漢興6年，公元343年4月，李壽臥病在床，5月病情加重，時常夢中看見李妻的鬼魂作祟。8月，李壽去世，終年44歲，在位6年，謚號為昭文皇帝，廟號中宗。李壽死後，太子李斯繼位。然而李斯繼位後，驕奢嗜殺，荒廢國政，此時的陳漢已經遠不如李壽在世時穩固。僅僅4年之後，東晉便抓住機會，發動了滅蜀之戰。永和3年，公元347年2月，東晉大司馬黃溫率軍討伐陳漢，從江陵出發，沿江直上，孤軍深入陳漢腹地，駐紮於青陰。李斯隨即命叔父李福及前將軍蔣堅率軍趕赴河水，抵禦晉軍。陳漢諸將本欲在岷江南岸設伏，而蔣堅卻不這麼認為，率軍自江北鴛鴦岐渡江，向前圍進發，結果與晉軍錯道而行。3月，黃溫禁止彭模，留下參軍周楚等看守之眾，親率步軍直趨成都。李福回軍襲擊彭模，被周楚等人擊退。黃溫又3戰3捷，擊敗李玄等部，進逼成都城下。蔣堅趕到前圍後，才發現晉軍已繞到北上，得乘殺頭鯨渡江回軍。等到他得知黃溫已進軍於成都城外10里末時，部眾隨即不戰自潰。黃溫乘勝攻至成都，焚毀小城。李斯於是連夜從成都東門逃出，與蔣堅一起逃往荊州，隨後向黃溫遞交降表，請求投降。不久之後，李斯乘車載着棺木，將自己捆綁起來，來到黃溫軍營門前。黃溫解開他的綁繩，焚燒棺木，將李斯以及他的叔父李福、臣兄李全等李氏宗族10餘人遷往東晉都城建康，晉穆帝司馬誕封李氏為歸義侯。至此，這個李特、李雄歷經2代建立的流民帝國，歷經40餘年的陳漢政權正式滅亡。那麼陳漢到底輸在哪？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